这个是这阵子在全家便利商店看到的生茶，生茶有没有看到"生"这个字哦？各位看到是反过来的。它有趣的地方是，我如果把它让各位看一下这个茶叶的汤啊，茶汤，它其实是有一点点混浊的哦，有一点混浊，这样看好更清楚。但是它那种混浊呢，跟那种泡出来的颜色，它当然有泡过哈，但是跟泡出来的颜色不太一样，所以猛一看你会觉得很像什么，很像甘蔗汁，很像甘蔗汁哦。但它是茶，其实味道还蛮好的。然后它的特色是喝起来很柔和，然后但是又不像一般茶叶有这么强烈的那种苦涩的感觉哈。那关键在于哪里呢？关键在于说，当然它的特殊的，这不是酿造，因为这不是酒，只是茶而已，就是特殊的浸泡，或者是讲特殊的制造的技术。我对这款茶，因为是刚出来的东西呢，我会有兴趣，是因为它看起来跟一般的茶不太一样哦，不是那种，它还有一点浊浊的，就是里面还有那种很维系的，你可以肉眼上看不到，但是你可以感觉出来，它就有点像在喝那个抹茶那样子的感觉。但是问题是它没有像抹茶这么的茶叶这么的清晰，它是比较还是水水的这样子哦。然后后来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因为不管葡萄酒或者是清酒，或者说我讲某些食物呢，我们所谓的生这个字呢，nama， 日本叫 nama，这边所以它这边也有写一个 nama，然后英文里面是 raw 嘛，raw 在谈到这个所谓的生的部分呢，其实都会让我觉得很有兴趣。为什么？因为它除了风味的保存之外，其实另外一方面还要对抗的是这个，你如果长时间，或者至少要有一段时间之前去保存它的风味，因为生的目的其实它就是让你尝到这个食物不同的味道嘛，或者你讲所谓的最原始的味道。所以其实生这个东西，你有很多地方可以探讨的。填土之道有道理哈，海恩好久不见哦，因为这真的实在是实在是很烦哦，我觉得，特别是人生整个一直觉得、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前进的感觉啊，所以有段时间没有录，结果没有录呢，一下子天气又变得更热了。然后这阵子去买了这个饮料哦，就采购嘛，因为我住在乡下哦，采购买一些东西回来，我很喜欢去超市，超市啊，或者是百货公司，就买一些比较刚出来的东西。食物也是一样，我会觉得我喜欢做这种尝试，不然吃久了会腻啊，或者是说你也想知道有些什么新的技术出来啊。像这个东西呢，其实它就是呃，至少对我来讲是新的东西了，因为在台湾，也许我们也会听过所谓的生茶、熟茶，可是在台湾，我记得所谓的熟茶的定义是说它有没有发酵过。比方讲红茶就是熟茶，你让它去可能稍微阴干了之后，你还要放在那个呃不是竹篓子，那个呃这个反正就是竹子编的那种平的那种那样子的那种叫什么竹筛啊，那种你茶叶还要撒在上面，你可能还要堆好几层这样，然后让它去慢慢的发酵。那也有浅发酵啊，有比较浓郁的发酵啊。其实这个部分跟那个我之前有提过的那个
那叫什么雪茄，有一点像哈，不过发酵对象一个是茶叶，一个是烟叶哈。但是在这边的所谓的生呢，这一款茶叶所定义的生，因为我很好奇，我想说奇怪，茶叶它日本人所谓的生茶、生啤酒，我可以理解哦，因为我之前有提过有关于生的酿造酒哦，啤酒啊、葡萄酒啊，或者是清酒啊，他们所谓的生呢，基本上就是没有经过这个巴斯德杀菌，就是低温杀菌哦。那没有低温杀菌呢，这样子的酒呢，一般他们就称为生酒。当然，这个定义其实我讲的是很模糊了，因为你还可以再延伸谈更多，但是我不想延伸那么多，因为我提过，我现在开始每一集都做15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而是说呢，基本上如果这个我刚刚讲这3种类型的发酵酒、酿造酒呢，如果因为它的酒精浓度不够嘛，所以如果它上面有写一个生哦，生啤酒啊，生的这个还有生的清酒啊、生酒啊哈，葡萄酒就比较这个葡萄酒部分我上次提过，我先把它跳过去哦。就是说，在啤酒和这个清酒来讲，他们所谓的生都有特殊的意义在，基本上就是不加热杀菌哈。可是不加热杀菌呢，只能讲说它只是一个选项。这个部分就在呃某些的清酒或者是在呃葡萄酒里面，他们就不见得会用所谓的巴斯德杀菌法。巴斯德杀菌法就是低温杀菌嘛，60到65度，那个巴斯德发明的，法国那个以前的微生物的一个学者发明的哈。我岔开一下话题好了，他是微生物的著名的大家哈，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学者，在早期啊，然后他发明了就是那种巴斯德杀菌法，他应该讲说呢，他去证明东西的腐坏哦，请注意，我讲的是腐坏哦，不是氧化哦，氧化是属于物质本身跟氧接触的结果，那种随着氧气，然后就是里面化学元素的变化呢，降解这种东西呢，因为微生物的感染产生了这种变异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通常微生物的感染，我们称为叫腐坏嘛，或者是讲说它已经是受到污染了，不能够吃了。可是氧化这样的过程呢，其实是只要有空气，自然而然就会发生。所以你当然最好的保存方式就是说，你不要让有微生物产生，就是加进来哈。所以在不管装酒啊，装什么一些所谓强调要风味的这些食物呢，我可能就是低温杀菌哦，就是杀菌，或者是我把菌给去除掉哦。这个去除我之前有提过，它可能用很特殊的这种过滤的东西呢，很小的那种空隙呢，让这个酿造的或者制作的液体能够通过，可是它可以把微生物隔绝在外面，但通常是没办法隔绝掉病毒的，就是可以隔绝到微生物。可是问题是病毒在里面不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嘛？就是因为病毒跟微生物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哦，所以这2种方法都是可以处理这个让食物能够保存更好的方法。可是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刚提过了，微生物你这前面2种是隔绝微生物，微生物是让食物不会腐败的方法。但是你如果还要再增加这个更延长它风味的保存的话，最好是什么？最好是真空状态。所以像罐头啊，或者是像一些我们讲那个真空袋啊，把那个肉啊什么放到真空袋里面，就压整个缩起来，把那气抽掉了之后，就是让这个空气越来越少。那如果你再配合上所谓的低温的杀菌啊，或者是whatever，看你有什么方法去阻止减少这个病菌的话呢，这食物就可以保存的更久。
甚至可以常温的保存，甚至可以常温的保存。但是这个部分就是，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题外话的题外话了哈，因为我要等一下还要把它绕回来，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存或是你没有杀菌的非常的彻底的话呢，它通常不是不能吃，而是它可能在某一段时间之内，这个微生物的影响还没那么大的时候，这个东西就还在赏味期限里面。赏味期限哦，那赏味期限里面包含就2个意义在嘛。第一个就是你吃了不会拉肚子嘛，理论上了哈。第二个是风味上没有变化，风味上就是没有太大的变化。这边我会绕回去巴斯德之前做过的实验，就是说他为了要证明这个微生物这种东西呢不会就是如果在一个密闭系统里面它不会自己产生的，如果里面本来没有的话，微生物是外来的东西，所以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实验，就是弄那个肉汤，他煮了一个煮沸后的肉汤，他把它放进一个所谓的鹅颈瓶里面，就是像一个瓶子，然后上面有一个弯弯的一个很细弯弯的一个不能讲开口，就是一个管子出去，就是说你空气可以进得去，可是你的微生物啊、灰尘什么，在这个弯弯区的这个管子，就是额颈的部分呢，就会被挡住了，所以里面这个东西呢就不会坏。但是各位要注意哦，这个不会坏，并不是说它的风味还能够保存，是说不会坏。为什么坏是腐坏嘛？就是你有微生物进去。如果说你煮沸了才放进去了，然后让这个空气还是能够流通，可是问题是空气的流通过程中，因为这个前面的额颈这一步呢，你的灰尘啊、微生物它绕不过去，所以这里面呢，即便还是有空气可以进来，但是因为微生物进不来，它就会，而且你已经加热杀菌过了，所以它就可以保存很久。但是保存很久跟还是不是风味上那么好，那就是不一样的事情了，就是不一样的事情了。因为一个是没有腐败嘛，但是第二个是它里面有空气，它氧化啊，或者是食物本身这个汤里面内部的一些分子，它彼此会互相反应啊，甚至随着可能这周边的温度稍微有点改变，它会让它整个就那个链接可能就断掉了，里面的蛋白质、氨基酸的链接什么就断掉了，所以这个肉汤呢，而且颜色会越来越浓，因为氧化的关系。但是喝起来甚至可能会有一点点苦味，因为产生了不同的氨基酸了。但是这个都是内部的化学作用的关系，它跟所谓的原来的这个是不是有微生物菌完全没有关系。然后它纯粹是东西放久了，自然而然的就氧化了。所以举这个例子不太合适，但是我猛一想，只能想到这个例子哦，因为一镜到底嘛，就是你像那个铁啊，铁条啊，或者是那个一般的那种建筑的那种钢筋啊，它放在外面，它一氧化，就外面就一层橘红色的东西嘛，氧化铁嘛。所以只要跟空气接触，因为氧气是很容易，包含人也是一样哦。我突然想到了，其实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说，人如果过世了，因为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已经没有在抵抗这个病菌了，所以呢，就是它就会腐败。好，但是呢，当我们身体强壮啊，身体很健康的时候呢，你没什么没有什么事情，但是你还是会慢慢变老。人变老其实就是一个氧化的过程嘛，对不对？食物也是一样。我会扯太远，我回过头来讲这个生茶，因为我一想到说，只有酒会这样，那你所谓生茶什么意思呢？因为在这个我刚刚讲清酒的定义里面，生茶生这个字呢是没有经过，即便那个巴斯德的低温杀菌，它都没有进行这样的状况，所以它的生茶呢，是怎么去进行的呢？
因为它会有一个问题在于说，你如果要产生这样的茶汤出来的话，我们知道一般肯定要热水去泡茶，对不对？你回想看，我们平常台湾人在喝茶，那个就是热水嘛，再去泡茶。但是它有第二种方法是什么？是冷泡茶，就是你丢了茶叶放到那个冰箱里面去啊，加水，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去，可能放个1天，放个2天，它自然咖啡也是这样，冷泡的咖啡一样，它都会怎么讲，就会慢慢把那个茶的里面的元素给萃取出来。可是呢，冷泡茶或是冷泡的咖啡呢，它能不能保存很久？不行，不行，为什么？因为基本上呢，它就是属于生的东西。所谓生的东西，就是说你在过程中呢，茶叶上面本来可能都还有微生物啊，或者豆子上面有一些微生物啊，它可能会在这个冷泡的过程中就会，比方讲酵母菌好了，它可能就会开始发酵，或者是乳酸菌可能会发酸，会产生酸度、乳酸哦。那如果醋酸菌的话，更有可能会产生这个更酸性的东西。不过问题是我刚刚讲茶叶和这个咖啡是比较不会产生这个醋酸的东西啊，除非说它本身里面有一些糖分，然后透过酵母菌转化成为酒精，然后酒精呢再经由这个醋酸菌呢，它就变成醋酸，这有可能。所以你放在冰箱里面的那种经过冷泡出来的东西呢，它是生茶，或是生的这种生酿的咖啡冰滴但是那种东西就不能保存很久。可是你看这个茶，我会觉得很奇妙，就是说茶理论上来讲，除非我们是冷泡茶，可是它是在卖的东西啊，你不太可能那种冷泡的那种东西，然后你比如说你当然是我买之后它当然是冰的，但是它其实它是可以放在常温底下的。放在常温底下呢，那 OK，要么就是里面没有空气，不是没有空气，而是里面你还要先做杀菌的东西，不然它怎么能够在常温底下保存呢？但是它写的是生茶，所以我特别去研究了一下，这个其实这边的生呢，它比较像是一种形容词，就是因为日本茶目前没什么规范嘛，没有规范说我写生茶会怎么样子嘛，所以它这个生呢，这日本的可口可乐公司做的它所谓的生是说，它把茶叶呢磨得非常的细，有一点像抹茶一样，把它磨得非常的细，然后去泡，但是泡的时候呢是用低温去泡，没有错。可是它在过程，所以这个里面呢就会兼具什么？兼具有点像浊酒那种感觉，但是低温泡的过程中，它当然它不会产生酒精，它是可以低温泡出茶的风味出来。可是它是因为低温泡，所以它比较不会去萃取出这个茶叶里面的那些咖啡因啊，就是你喝了不会因为喝了之后就睡不着或怎么样子。但是它又有一点点茶粉的那种感觉。可是问题是呢，因为它是低温去泡的，所以理论上来讲呢，它是会坏的。所以它所谓的生的意思呢，并不是说我这个东西呢是没有杀菌过，然后它比较偏向是在行销在解释说这一瓶是比较喝起来有那种茶叶原本的味道的那种感觉。那回过头来，那这瓶有没有杀菌过？它有杀菌过，它是用那种超高温，就是可能100度或者那种稍微烫一下，然后再流经过那样子的一个设备，然后但是那个秒数非常短，就是超高温过一下，差不多100度就过一下，然后这个它就可以装瓶了。当然过程中全程无氧的状态底下，所以它的生指的是，如果以清酒的生酒来讲的话，它不能算生酒，不能算生酒那种等级，也不能算生啤酒那样的等级。但是它所谓的生茶指的是那个生是变成是比较像在形容说，我这个茶喝起来的感觉呢，是你不用担心喝起来会有涩苦苦的，或者是有太多的咖啡因，我让你可以很简单的品尝到这个茶的比较原始的风味，所以它
比较像绿茶一样嘛，然后里面还有一些茶叶的粉末，这样茶叶的粉末的帮助会让你在喝的过程中里面，比较比起单纯的冷泡茶，它还有更微小的粒子在里面，然后增加它的那些层次感、复杂度。生茶，然后就是这样子。太久没有讲，今天讲的有点哩哩啦啦，但是很有趣啊！我喜欢看到这种有一些新的东西。反正我觉得日本人很会搞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哦。但是回过头来，就是最主要我要谈的就是，生这个字呢，在不同的行业有不一样的解释方式，所以不要我们不必像我当时在看，我会觉得说它标榜生茶这样放着，我会以葡萄酒以清酒的角度来联想，会觉得哪里怪怪的，然后买回来喝，我把放到冰箱里面冰冷再拿出来喝，蛮好喝的，然后我再去查这些细节的东西，就是我刚刚提到了，它这个生只是一个像形容词这样的意思而已。其实如果看得懂日文的话，它旁边还有一段就是什么茶叶的什么香气什么，这什么都芬芳啊什么都有保留住，但是它比较强调的是这个部分，用这个来解释生而不是说有没有杀不杀菌的问题，它是有杀菌过的，所以它才可以放着嘛，好吧？今天就这样结束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拜拜。